郑国将军战功赫赫，今日又逢生辰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只管说。臣请求皇上给臣流落在外的孩儿一个名分。流落在外的孩儿，驸马不是为公主喝过绝子药吗？此事乃是你和皇妹的家事，宴席散后再议。傅承恩，你今日求的赏，倒让本宫长了见识。淑云，琼娘带着安儿正在府外，他们只是想见见你，你叫下人带他们进来好不好？公主啊，那女子带着孩子站在府门前，只说要见公主，府外已经围满了人。宴上捅刀，府外逼宫。公主，驸马这是要把您嫁到满京城眼前，那便去看看。他藏了10几年的。这就是驸马养在外头的女人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公主竟才知道。淑云，别让外人看笑话。求公主给安儿一个名分。琼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她是夫君的亲生骨肉。妾身有没有名分都不要紧。殿下，治安只求能堂堂正正认回父亲。公主尚未发话，谁准你们在府门前乱攀亲？是妾身失言，求公主恕罪。看着倒也可怜，唉，孩子总是无辜的。淑云，先让他们起来。跪得这样熟，想必来之前已经想好了。淑云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那便说清楚，这孩子从何而来？当年我在青楼被人下了迷药，是琼娘以身救了我。妾身那时只想着，孩子总是无辜的。他没有求我赎身，是后来有了身孕，实在走投无路才来找我。我看琼娘可怜，便替琼娘赎身，买了小院让琼娘住下。公主，妾身不敢与您争。母亲这些年从未怨过什么，母亲只是盼我能见父亲一面。1月只见1次，也能把孩子养得医疗精细，举止有礼。淑云，她孤苦无依，我不能眼看他们母子受苦。他孤苦无依，他不是一直有你这个夫君吗？夫君，这不是外事逼正主吗？公主息怒，驸马心里只有公主，是妾身唐突。淑云，琼娘所言句句属实。怕本宫多心，便能瞒本宫10几年。公主，承恩膝下犹空，如今好容易有了亲生骨肉，便认识。男人3妻4妾本就是常事，富家香火总不能真断在承恩这一事。富家香火，何时轮到公主府门前来逼？求殿下给治安一条活路。不是说驸马为公主喝过绝子药吗？若绝子药是真的，这孩子从哪儿来的？青楼女子的话也未必可信。淑云，你的名声要紧，先让他们进府再说吧。若公主为难，妾身这就带安儿走。娘，儿子只是想认回父亲，难道这也错了吗？既然将军怕人看笑话，便先带他们进去。淑云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错。所以呢？安儿已经这么大了，总不能一辈子无名无分。公主若不愿，妾身可以不入府。母亲不该为了我受这样的委屈。不过添两双筷子的事，只要你同意让他们母子进府，我保证绝不会让他们出现在你面前。将军，外世子都跪到公主面前了，还叫不会出现？嬷嬷，这是我与公主之间的事。继续说。我的身，我的心，都只在你这里。妾身不敢与公主争。
一个外室，一个孩子，一场逼宫，在将军口中只是添2双筷子。嬷嬷，备车。你要去哪？进宫。阿叔，皇上说了，傅承恩若敢辜负你，绝不会轻饶。皇嫂，你自生下来便金尊玉贵，岂能被他们这般侮辱？皇上说，你想做什么，只管去做。我知道了。把这张软榻搬去庭花阁。夫君，妾身用不得这些好东西。你受了惊，今晚便安心住下。父亲费心了。你往后也不必再委屈。驸马，公主的安神药还未见。先炖琼娘的补品。公主，小灶昨夜被驸马占了，驸马亲手给琼娘炖了燕窝。公主府是阿叔的福地，不是傅家的福地。琼娘不是一夜荒唐的错处，琼娘是傅承恩捧在心间，骗了我10几年的人。今日府中何事？不用问了。这孩子生得端正，一看便是傅家血脉。听闻书也读得好，往后前程必定不差。诸位过誉了，安儿还小。治安，谢诸位长辈抬爱。公主，驸马这是在府里办认亲宴。今日我已向族老说明，开了宗祠，安儿往后便是名正言顺的傅家子。好孩子，起来吧。他的名字叫傅志安，是我傅承恩的儿子，也是殿下的儿子。等公主回来，我会请旨将安儿记在他名下，从此他便是公主的嫡子。从此他便是公主的嫡子。给公主殿下请安。殿下，昨日请柬说您今日要认下这孩子做嫡子，没想到殿下竟这般宽和。本宫今日才知，自己竟这般宽和。淑云，今日人多，有什么话回头再说。我不过进宫几日，公主府便换了主人，连儿子都替我认好。安儿本就是我的亲生骨肉。本宫答应了吗？殿下息怒，此事都是妾身不好。妾室未进门，名分未定，便敢在公主面前称夫君，是妾身失礼。求殿下给父亲留些体面。小小年纪，倒懂得拿众人压本宫。傅承恩，我未曾答许，你敢替我认子？承恩，你不是说公主已经认下这孩子的身份？淑云，今日众人皆在，你给我一个面子。莫名其妙给我塞一个儿子，还要本宫给你面子？安儿是我的亲生骨肉，难道我的儿子不算你的孩子吗？殿下，我只求给我和安儿一个容身之所。娘，别求了，只要公主认下安儿，即便赐下一条白绫，妾身也心甘情愿。我儿子为了前程不要娘亲，儿子成什么人了？殿下好狠的心肠，就因为你不能生养，便要恶毒至此吗？傅承恩，我为了延绵子嗣纳妾，你不同意便是擅怒。就是告到御前，陛下也没有偏袒的道理。驸马，琼娘为你诞下子嗣，你要娶她是应当的。淑云，我就知道你心最软。傅承恩，从现在起，你我夫妻缘尽。本宫已向圣上请旨，我李淑云今日便当着众人之面休了你。我李淑云今日便当着众人之面休了你。淑云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夫妻恩爱10余载，就因为这样的小事，你要休夫？小事？傅将军在宴上求外世子名分是小事，
琼娘母子堵在公主府门前也是小事，趁本宫进宫，在本宫府里开认亲宴，还是小事。我知道你一时生气，可休夫岂能随意出口？传出去，旁人只会说你擅妒。将军倒知道名声二字。嬷嬷闭嘴！淑云，我们关起门慢慢说。傅承恩，本宫若只是赌气，就不会先向圣上请旨。至于本宫的名声，就不必将军担心。了。辛苦诸位来一趟。殿下言重。公主府今日未曾宴请，也没有要认嫡子。诸位若带了贺礼，便原样拿回府去。淑云，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般难看吗？难看？今日宾客皆在，你如此逐客，叫我吻后如何做人？将军替本宫认子时，可曾想过本宫吻后如何做人？殿下若恼妾身，妾身愿意离府。琼娘，你一个名分都没有的人，倒很会替将军开口。你说安儿的事，也不急在今日。将军请收下，这是公主亲手写下的休书，将军也该收拾好东西，尽快搬离公主府。公主殿下金枝玉叶，傅承恩在这里也不过一介臣子，养外室10几年，还敢把外室子寄到公主手下，这不是打殿下的脸吗？当年傅将军不是喝过绝子药吗？绝子药是真的，这孩子又是哪来的？夫君，妾身没有。我信你。将军信得倒快。承恩，先接下休书，离开这里再说。闭嘴！青楼女子以身相救，这种戏码画本子里可不少。是救命之恩，还是早有算计？谁说的？哎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傅将军，还真难说。淑云，你不能休夫。本宫已经休了。难道我们10几年的夫妻情分是假的不成？自然是假的，不然你的外室哪儿来的？私生子又是哪里来的？淑云，我从未想过伤你。方才指责本宫不能生养心肠恶毒的人是谁？殿下，父亲只是一时心急。本宫说话，还轮不到你插嘴。如今本宫成全你，让你和你的妻儿光明正大在一起。你何必说的这样难听？傅承恩，你还有何不满意？倘若本宫真不仔细，你的妾室和儿子某日暴毙在府，谁又会说本宫一句不是？淑云，傅承恩，恐怕你打错了算盘。够了，淑云，是不是只要不合你的心意，你便有合理来要挟我？琼娘为我生下孩子，劳苦功高，安儿是我傅家子嗣，难道连一个名分也不配得到吗？将军，公主若不能生养，也是您当年亲口说愿意绝嗣，如今拿此事责怪公主，您的良心何在？嬷嬷，这是我和公主之间的事。可将军方才是当着满堂宾客羞辱公主，都是妾身的错。若妾身和安儿不该来，妾身这便带安儿离开。你不用走。将军如今倒护得起。好，你要休便休，日后可千万别后悔。将军既已应下休书，便赶紧收拾东西离府吧。我还未接休书。那也不妨碍老奴先替公主府清一清门户。一个奴才，好大的口气！老奴吃的是公主府的米，自然替公主府说话。我们是承恩的亲眷，住几日又怎么了？城南别院住了3年，西街宅子住了5年，这也叫几日？嬷嬷，今日何必将事情做绝？将军逼公主认外室子为嫡出时，怎么不说做绝？管事，去传话，凡傅家借住在公主府名下别院宅子的亲眷，3日内全数搬离。往后傅家人的吃穿用度，不得再从公主府支取义务。凭什么？本宫只是收回自己的东西。殿下的别院3日后还要宴请，别搅了殿下的兴致。承恩，你可不能由着公主这样欺负人。你如今可是镇国将军，岂能被一个女子要挟？就算离了公主，你依然是镇国将军。承恩，你为朝廷出生入死，不是靠公主府施舍才有今日。傅家人倒是记得你的军功，只是忘了这座公主府是谁的。夫君，无论你是驸马还是将军，在琼娘心里，你都是我的天。妾身说什么也不会离开你。父亲不必为了我和娘亲受委屈。若父亲要走，治安
愿随父亲离开。看见没有，这才是你的亲生骨肉。公主再尊贵，也不能断你香火。舒云，你当真要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？舒云，你当真要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？闹的人不是本宫，你我夫妻一场，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公主府不是收容所。我不过是想让安儿认祖归宗，让琼娘有个容身之所。将军慎言，公主乃金枝玉叶，下降富家，不是任人羞辱。我何曾羞辱她？当众求外世子名分不算羞辱，在公主府替本宫认私生子不算羞辱，当着满堂宾客说本宫不能生养，擅妒恶毒，也不算羞辱。即便你是公主，也是嫁入我傅家。我为了延绵子嗣纳妾，本就是天经地义。对，哪有女子随意休夫的道理？告到御前去。舒云，你若现在收回方才的话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若闹上朝堂，我不答应，想必你要和离也没那么容易。说完了。你又想说什么？你们口口声声说夫妻纲常，说富家香火，可有一件事似乎都忘了。什么事？你逼着本宫认贱籍之子为嫡出，可是混淆皇家血脉。舒云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借本宫的名给你的外世子铺前程。休书。将军，请吧。夫君，如若你不接着休书，便等着被告罪吧。从现在起，你我再不是夫妻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娘，起来吧。送客。送客。今日这场认亲宴真是笑话。傅承恩这次算是把公主得罪透了。承恩，走就走，咱们傅家又不是离了公主府便活不成。他不过仗着公主身份吓唬人。夫君，都是妾身连累了你。先回去。殿下也别太得意，放肆！承恩乃天子重臣，离了公主照样前程无量。倒是殿下，以后还能找得到比承恩更好的夫婿。即便有，也不过是为了公主府的权势罢了。让他们走。收拾东西。傅将军这是要搬空公主府吗？既然都修了，总不能连祖宗用的东西都不给带走吧？傅家祖宗的旧物在后头荒废小院收着，公主一样未动。这些东西供奉傅家祖先多年，本就是傅家所用。所用，便是所有。管事，把账册拿来。鎏金香炉1对，公主嫁妆；银丝贡盘4只，公主府库房；玉柄拂尘，皇后娘娘赏给公主。不过几件器皿，公主难道也要计较？将军离府拿自己的东西便可，本宫的东西一样也别碰。副将军，这些金银器皿都是公主的东西。副将军，这些金银器皿都是公主的东西。傅将军倒真是大方，公主府的东西转手便带到旁人头上。不过一只簪子，这只簪子乃藩国进贡，皇上御赐给公主。将军拿御赐之物送给无名无分的外室，可问过圣上？
妾身不知这是御赐之物。公主，老奴替琼娘取下。夫君，将军要阻拦，老奴只能进宫回禀。娘，不过是只簪子，何必这般羞辱人？羞辱？本宫只是拿回自己的东西。将军，这位傅公子身上的云锦也是公主府库房里的。这是夫君给安儿做的衣裳。用公主府库房里的料子做衣裳，自然该算公主府的。一件衣裳也要追究？将军说错了，不是一件。庭花阁里新送去的锦缎、被褥、屏风、摆件，样样都有数。可那些东西已经送给妾身了。谁送的？本宫送了吗？殿下，若这衣裳不合规矩，治安回去换下便是。换下，自然要换下。只是云锦寸尺寸金，用了多少料，账上都记着。将军，这云锦寸尺寸金，也劳烦您付一下银钱。殿下，妾身住进庭花阁时，也不这些东西不能用。不知道，便能带御赐簪子，用公主府云锦。琼娘一个弱女子懂什么？还不是承恩给的。将军给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规矩？我只是见琼娘出入府，身边什么都没有，便照看一二。照看一二，便开了本宫的库房。庭花阁里所有东西也要一并清点。是。本宫的东西皆是内造，月制佩戴可是要获罪的。皇上赏赐的东西，你也敢随便送人？傅家要带走的香笼也逐一查验。是。淑云，把傅将军带走的东西好好查一查，免得有所疏漏。这是误拿。不过几样小物件，何至于大张旗鼓？既是小物件，那便一样别拿。够了吧？公主府的东西我一样不带。将军带不带是规矩。这些才是将军当年带进府的东西。公主，傅家众人回了将军成亲前的小院。那院子还在？那院子破旧的屋顶都露了。夫君，何至于此？这地方如何住人？承恩，你可是镇国将军，难道真要住这种破院子？都闭嘴！娘，小心！一弟，我可是镇国将军，明日上朝再请皇上赐下府邸。皇上会答应吗？我为朝廷立下多少战功，皇上自然不会亏待我。父亲说的对。如今不过暂住几日，等幸福赏下来，我必给你一个名分。我战功赫赫，皇上哪里离得开我？安儿，你从小到大，何曾住过这样的地方？娘，父亲的窘迫不过是一时，父亲为了我们已经离开公主府，咱们不能再让父亲为难。治安懂事。承恩，这孩子没白养。可安儿还要读书举业，这样的地方如何安身？只要父亲还在，名分迟早会有。妾身不该哭。再忍几日，只要能和夫君安儿在一起，住在哪里都不要紧。如今父亲总算摆脱了公主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再苦也没关系。
公主，傅承恩还等着皇上赐福。他一向如此。这些年皇上赏他，多半也是看在公主的面上。傅承安听不懂敲打，傅承安只听得清赏赐，看得见奉承。若傅承恩安分，皇兄或许还会留傅承恩几根皮。可傅承恩偏要把军功摆到皇上面前讨价还价，他当众以军功求外世子名分，打的不只是本宫的脸，是皇家的脸。傅承恩还当自己是从前的驸马？不，傅承恩当自己比驸马更要紧。他不把本宫放在眼里，就是不把皇家放在眼里。饭还没好吗？快好了。连这点事都做不好。娘，别做了。读书人不能总围着灶台转。又怎么了？妾身这10几年都没吃过这样的苦。在人间，院子这么大，事事都要自己来，妾身受得了，安儿也受不了。夫君，赶紧买几个使唤的人回来吧，妾身真的受不了了。夫君，可是银钱不够？不是，父亲，娘亲只是太累了。这院子没下人，日子怎么过？承恩，你总要想个法子。你们再坚持一段时日。当日我说解甲归田，皇上并未立刻允准。父亲的意思是，我明日上朝，便回禀皇上。我还年富力强，能继续为皇上效力。皇上会不会还因公主的事恼着夫君？公主是公主，朝政是朝政，皇上总不能因私废公。只要我愿意继续领兵，皇上一定龙颜大悦。那妾身便等夫君的好消息。等我讨来赏赐，也让你做做正经夫人。今日上朝，皇上一定龙颜大悦。傅爱卿，臣在。那日你在宴上请求解甲推田，朕想过了。陛下，臣那日只是君前无戏也。你这些年也辛苦了，是该让年轻将领历练历练。臣尚且年富力强，还能为陛下效力。朕知道你忠心。只是你既亲口求了，朕自然不好叫你为难。边关事务繁杂，臣愿继续为陛下分忧。骠骑将军，臣在。从今日起，由你接替镇国将军手中军务。臣遵旨。傅承恩，一会儿便将兵符交给骠骑将军。傅爱卿，从今日起，你便解甲归田，安享天年吧。退朝。傅将军，这下可以安享富贵了。听说傅将军要娶新妇，到时可别忘了请我喝酒。诸位慎言。将军莫怪，娇妻爱子在侧，也算遂了心愿。也亏得公主殿下能忍，换成旁人，只怕早已问罪。傅将军，陛下有旨，军务不可耽搁。你倒是急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还请傅将军交出兵符。从
从前是驸马，如今也只是副将军了。副将军，陛下还等着回旨。走吧，咱们更好去交接一下军务。夫君，皇上怎么说？可是赐了府邸和宝贝。父亲，可有给娘亲封诏？皇上可说何时赐府？咱们总不能一直住这破院子。父亲，没了。什么？什么都没了。什么就没了？皇上不是要赏你吗？皇上准了我结跄归田，兵符也交。那府邸呢？军权没了，府邸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府邸，没有下人，也没有封告。那我们以后就住在这破院子里。够了！皇上怎么就准了？你该和皇上说清楚，那只是权宜之计。天子危重，岂容我玩笑？如今最要紧的不是志气，不如你再去哄哄公主。你们这是何意？多年夫妻情分，公主从前那样宠承恩，承恩去认个错，兵符和府邸未必没有转还。难道要夫君回去求公主？哼，现在不是争一口气的时候。当初娘进门时，你们可是都同意了的。当时是当时，如今是如今。大不了让承恩跟公主说，你和孩子都不进傅家门了。不能看着咱们族人一起断了前程，一起吃苦吧。叔伯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公主府认亲宴上，你们明明都说我是富家子嗣。芷安还小，不懂大局。什么大局？是我和娘亲可以被推出去的大局吗？安儿，别说了。你也别一口一个富家子，你母亲本身就无名无分，公主才是承恩的发妻。你们从前不是这样说的。从前公主府还在，承恩还是驸马。公主真敢休夫，现在要让父亲舍了我和娘，前程事大。我母亲不是你们口中的累赘。傅家的嫡子，不是青楼女子所生。你们怎能这样污蔑我？我们说的是实话。副将军稍后，奴才进去通禀，告诉公主，我带了她从前最爱吃的荷花糕。公主，副将军求见。傅承恩还敢来？副将军说带了公主从前爱吃的荷花糕，让傅承恩进来。淑云，副将军有事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本宫没有闲心生气。这是百味楼的荷花糕，我排了1个时辰才买到。淑云，你如今就是这样过日子的？才与我分开几日，你便找这些男子入府？副将军慎言！你堂堂公主，竟敢捐养灭少！副将军慎言，我等受邀谈诗，并无半分怨言。副将军还以为自己是驸马，这几位是京中新晋才子，今日来与本宫谈诗文。殿下所言不虚，我只是不愿看你自毁清明。副将军养外侄10几年时，可曾想过清明？副将军自己满心龌龊，便看谁都龌龊。我试一试誓言。你如今无权管本宫见谁，也无资格管本宫做谁。方才是我不对。几位先去偏厅饮茶。是。我今日来
不是与你争吵的。那便说正事。你从前最喜欢荷花糕。副将军消息不灵，百味楼的大厨如今在公主府做厨娘。本宫想吃什么，不必劳烦副将军。舒云，你从前不会这样同我说话。从前你是驸马。副将军，公主府让您进来，是让您把话说完。我却有话想说。说。舒云，我知道错了。错在哪里？我不该为了一个孩子伤你的心。那孩子前几日还是傅家的香火。我已经想清楚了。想清楚什么？琼娘和傅志安，我会给他们一笔钱，让他们回老家。从此以后，我与他们再无瓜葛。你若不放心，我可以写字据。前几日你还逼本宫认傅志安为嫡子，如今倒舍得送走了。我是真的悔了。舒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傅承恩，你没了如冰符，住不惯破院，才想起本宫了？不是，你如今要送走的，是你亲口说劳苦功高的琼娘，还有你当众逼本宫认下的傅志安。我可以弥补。和你重新开始，你配吗？舒云，你不要这样羞辱我吗？本宫只是在问实话。你如今无权无才，年纪一大把，本宫图你什么？图你年纪大，还是图你穷？我从前不是这样。你从前是驸马，本宫嫁给你，你才是驸马。本宫不要你，你便什么都不是。当年本宫看中你这个寒门武状元，给你府邸，给你体面，可你背着本宫养外室，还骗了本宫10几年。傅承义，你真让我恶心。不过，本宫倒有一份礼物要赐给你。什么礼物？来人，把人带下来。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啊！这是什么人？将军饶命！小人当年只是百花楼里一个跑腿伙计。抬起头，把你知道的说清楚。当年有个姑娘给小人一包药粉，让小人放进傅将军酒里。胡说八道！小人不敢胡说。那姑娘给了银子，说只想与将军一夜春宵。后来呢？事成后，小人拿了银子想离京，半路却被人买凶追杀。小人躲了几年，才知道买凶杀小人的人，就是让小人下药的姑娘。是谁？这句话，本宫也想问。那人，小人到死都认得。多年过去，你凭什么还认得？将军，小人被追杀多年，那张脸化成灰也不敢忘。更何况，那姑娘眉心有一颗痣。若让你见到那人，你可敢当面指认？敢！小人若有半句虚言，任凭公主发落。舒云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副将军不是说琼娘救了你？本宫今日便让你听清楚，琼娘究竟是救你，还是算计？你怀疑琼娘？本宫从不无凭无据的怀疑人。公主，可要将人带来？去请副将军的心腹。不必太客气。是。夫君，是他，就是他！当年叫小人升为下药的人就是他！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得你！你给小人银子，让小人把药放进副将军酒里，将军中了迷药，
你便趁机以身相许，假装自己救了将军。父亲，妾身没有。事成之后，你还买凶杀我灭口！这是公主找来污蔑我的人。本宫若要污蔑你，用不着等到今日。是你设的陷阱。夫君，你不能信他。将军还以为他给你生了儿子，他给你下药的时候有1个月身孕。拦住琼娘！娘，他是胡说的。心虚什么？将军，百花楼的人都知道，他那时已经有孕。再说一遍，他想的办法就是把你拖下水，先给你下药，再假意替你解毒，说怀了你的孩子。不是这样的。来人，拿水来！父亲，滴血一气，不能演。父亲，我是你的儿子，心中无愧，皇上。夫君，安儿以后还要读书，还要入仕。他若真是我的儿子，谁敢毁他？伸手！父亲。谁有问题？是有人害我！姐夫！父亲，别杀我娘！够了，你的家事自己回去处理，免得脏了本宫的地。夫君，妾身知道错了。滚！父亲，别叫我父亲！闹到这一步，傅家在京中也待不下去了。公主，傅承恩临走前托人送来的。公主，药要丢出去？不必。傅承恩被族人带回乡了。知道了。琼娘和傅志安租了小院，日子很不好过。那是琼娘母子的事。10数年恩爱，满堂笑话，梦里人声喧嚣，梦醒后不过一炉灰，也该梦醒了。